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归路夺得热度冠军，观众却纷纷弃剧，谭松韵为何不灵了？可以说市场上大部分的网剧都算是扑街了，即使关注度高的作品，但口碑也很一般。比如谭松韵和井柏然主演的《归路》，两位实力和流量兼备的主演，再加上芒果的大力宣传，也扛不起来的都市情感偶像剧。湖南卫视的《归路》自首播以来收视率相对稳定，连续多天夺得黄金时段卫视直播关注度的冠军，各大视频平台的点击率一直稳居前3，包括微博的话题度、热搜数量等都是同时间段作品里相对比较高的。不过虽然表面看上去《归路》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背后制作团队也能借此赚得盆满钵满，看上去已经是一部爆火的剧，但实际上这部剧还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水平，至少在口碑上不是一部好剧。有网友表示看着看着就想弃剧了，果然期待越高失望越大，真的很不理解这部剧等。综合观众看剧之后的评价来看，之所以这部剧口碑不高，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01，剧情平淡，离谱爱情让人很难代入。《归路》这部剧是经由墨宝、飞宝2016年创作出来的同名小说改编，原著的故事内容极其丰富，而且还非常符合当时的审美要求，只不过很多情节放在现在就略显老套，就像人物设定及其联系也是以前偶像剧惯用的套路。不得不承认，导演和编剧精准还原了原小说，但就是因为还原度太高，没有经过时代的改编，所以已经算不上是潮流。这部剧的剧情主要是围绕主角们漫长的爱情故事来叙述，不过看过前几集的观众都认为该剧整体节奏就是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本以为男女主之间重新确立爱情关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结果二人没几集就成功旧情复燃。在一起之后的剧风还越来越偏向日常生活剧，整个叙述方式也是平铺直叙，目前还没有任何情节高潮，平淡如水的生活日常让人看着乏味。还有就是童话般的爱情一点也不现实，开篇男女主相隔10年再次重逢，见面就是一整个世纪之恋的既视感，而且放在现代正常的人为了初恋宁愿单身10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井柏然饰演的男主陆延辰每次都是苦大仇深的满脸沉默，一身青春疼痛文学男主的矫情病，而谭松韵饰演的女主归小嘴上说着不可能在一起，实际却总在复合的边缘上反复试探，这种爱情看起来幼稚又好笑。02，男女选角失败， CP 感全无。这部剧观众吐槽声最多的就是井柏然和谭松韵的这对组合根本就没有 CP 感，二人完全就不是一个风格的人，更应该像是哥哥和妹妹。先说外形，看过井柏然和刘雯这次时装周同框的网友都认为二人非常搭配，而谭松韵和刘雯的外形上差很多，对比她前任倪妮也完全不同。谭松韵出演过《最好的我们》、以家人之名、锦衣之下等大爆剧，在某种程度上她有 CP 锦鲤的体质，和男演员相互成就，但在她出演的角色重复性也较高，大部分作品中的形象都是单纯善良的，和她更搭配的通常都是刘昊然、宋威龙这种偏暖男的男演员，往往男方在剧中主动强势，而井柏然的形象就更像是傲娇贵公子这一类的，人设高冷也不像是会主动的人，所以说二人看上去都是情感上弱势的一方，整个 CP 里都没有强势的，很难搭配在一起。有网友评价说，没有 CP 感的爱情戏看得如坐针毡，剧情寡淡无味，毫无信息量的剧情绝了。03，井柏然状态不佳，谭松韵也差强人意。井柏然在剧中的表现非常一般，
整个人被打扮成了劳改犯的模样，有那种一直提不起精神来的沧桑感。还有网友说他像熬了通宵，目光无神，光靠言语表达对女主的爱，而且台词也没有什么感情在里面。有人说井柏然这次演技犯了杨洋的通病，一直在端着放不开，完全看不出来这两个人之间会有爱的火花。谭松韵虽然现在还是长着一张幼态的娃娃脸，但她毕竟真实年龄已经30加，眼角有了细纹不说，就连皮肤状态也没有之前好，肉眼可见比之前老了很多。再次驾驭一个学生的造型，就会有些格格不入。剧中的学生时段看起来就差强人意，完全没有校园中的青春洋溢。本来就应该像《何以笙箫默》那样找2个年轻的演员来演。观众对演员变老这件事的包容度还是挺高的，但到了什么年纪就应该演什么角色，没必要非得从小演到大，多给年轻演员留点机会也行。2. 归路终于结局了，井柏然粉丝都看不下去，吐槽的理由高度一致。由井柏然、谭松韵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归路》，主要讲的是排爆特警陆延辰，井柏然饰演和投资总监归晓，谭松韵饰演从重逢到再度热恋到结婚的过程。最近终于大结局了，该剧自播出以来热度居高不下，网友评价一边倒。编剧是原著本人，人物设定、剧情走向都没有问题，主要别扭的地方在于男主演没有让人物立起来，观众没有代入感。说得更直白点，男主角选井柏然就是个错误，除了长得帅，演技一塌糊涂，连他多年的老粉丝都直呼看不下去，有点恨铁不成钢。网友吐槽理由出奇的一致，都把矛头对准了井柏然。多少看过小说的书粉被气得摔本子，男二都比他演得生动。好好的一位特警，让井柏然演成了一个木头人，专业不行，谈恋爱也不行，简直以一己之力毁了一个行业。反正我个人是看到24集就忍无可忍弃坑了，本来从10几集之后都是惯性驱使看的。井柏然的演技比屎还臭，不介意他把陆延辰演成一个和书分离的全新人物，但是这个全新的人物也不能是这么苦大仇深啊，永远皱着眉头，永远动作慢吞吞，永远走路说话像个老干部，这样的形象特征真的是特警吗？女主归晓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毫无魅力的男人？总体感觉井柏然没有认真钻研角色，也可以说他不适合吃演员这碗饭。井柏然只演出了陆延辰的苦，但书里的陆延辰有点痞，有点幽默细胞在身，张弛有度。一些看书时脑补的画面，陆延辰说的话都带点调侃语气，可井柏然都是板着脸一本正经在说，就连和队友开玩笑假装训人的时候都是真的训，整个人紧绷绷，一副凶相，表情、语气拿捏不到位。其实井柏然的颜值和身材都挺不错的，有演特警的先天条件，但无奈是个面瘫，拉垮了整个剧的观感。不过井柏然的演技被吐槽由来已久，以往他参演的电视剧没有一个角色是真正靠演技征服观众的，网上的好评都是粉丝闭着眼睛尬吹出来的。看了这么多井柏然演的剧，他只有演吻戏最自然，建议他可以考虑跟着美女姐姐走模特的路子。下面2位网友对井柏然归路的评价，个人认为点评精准，评论客观，有代表性。井柏然整个剧所没表情单一，台词太板正，像故意压着声音，放慢节奏再说，没什么情绪，动作倍速之后才是正常人的节奏。剧本是硬伤，陆延辰拆弹、归晓在酒店等的胃痛那2集蛮好，因为有戏剧冲突，剩下的特警工作场面都是一带而过，全部是2个人感情线，关键感情线很平淡，就是相互理解，小别胜新婚，有点无聊。个人感受男女主没啥 CP 感，再来就是剧情平淡，谭松韵不太适合这类角色，
它更适合俏皮一些的。墨宝的小说影视化成功的好几部，大多都是情节起伏不大，但又扣人心弦。想拍好演好的话，很考验导演和演员的功力。参考一生一世，画面唯美，演得恰到好处，也不觉得太闷。另外，男主的裤子从头到尾就没穿过合适的。